朋友们好，今天是4月27号，星期三，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北京市当地时间27号下午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就通报说呢，从26号的下午4点到27号的下午3点呢，北京的新增的本土阳性病例已经有46例了，其中呢确诊是42例，无症状的感染者呢有4例。那么从22号到现在啊，北京这5天的时间之内，累计已经报告了138例的感染者，也就是说首次呢破100了，达到了3位数。那么这些病例它分布在北京的8个区，其中呢朝阳区以80例是高居榜首。与此同时呢，北京的高风险中风险地区也都分别增加到了5个及16个。而官方推动的这个核酸检测呢，据说已经遍及了全市90%的人口了。当然，以上这些数据呢，在我们看来它其实不过只是小儿科，对吧？甚至在上海人的眼中呢，现在看起来也都是无足轻重的了。但是在北京人的眼中，这已经就足够引发一个公众的恐慌了。所以这2天呢，北京朝阳区、海淀区等地区呢，一部分消息灵通的居民呢，可能是得到了来自政府渠道的消息，纷纷的开始收拾行李箱呢，连夜出逃，打算要开车离开北京到外省去躲避了。那么这么多没有办法也没有门路跑路的呢，他自然就只有疯狂的囤货来应对这种迫在眉睫的危机了。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现在北京地区的冰箱和冰柜的销量是大幅度的飙升。像这个北京苏宁易购的冷柜的销售量仅仅在24号这一天就超过了300台，而这个数量它是相当于平时1个月的销量。而北京的国美还有大中电器销售这些资料也都显示300公升以上的大容量的冰箱和冷柜的销售都有暴增了超过59%。所以呢，现在的北京它完全就是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这么一个状态。北京和上海呢，大家都看到了是吧？一北一南，一个是政治中心的洪都，一个是经济中心的魔都，那合起来呢就是洪魔两都现在都陷在这个疫情的泥潭里面在挣扎了。那么北京会不会重演上海遍地哀嚎的那个凄惨一幕呢？就目前看到，我觉得它的可能性是相对低一些的。一来呢，北京它毕竟是习近平自己的地盘嘛，这个亲信蔡奇这个人呢，他又是一种宁可错杀1000不可放过1个的这么一个狠角色，官场上下的这种政治配合度呢，他当然远不是上海能够相比的。二来呢，就是说有了上海这个示范在前，北京人现在的防范意识、囤货意识、自救意识，包括对政府的宣传要反着听的这种意识，它也是4个意识了，可以说是空前高涨。就是无论经济物质基础还是思想准备等等这些上层建筑，它都比当初那个一味听信政府辟谣的上海人要好了很多。那么第3个因素呢，就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就是上海之所以会现在看起来这么一塌糊涂呢，这背后它其实有官场内斗的因素。就连叶剑英的孙女叶静子呢，她也在微博上公开的发帖说，大魔都都搞成了这样一塌糊涂，这个背后没有人故意捣乱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个话题我们过去呢和大家有做过很多的讨论了，也许呢有朋友会觉得你是不是有点阴谋论呢？其实上海的官场它系统的是自成一套，这个它是有历史惯性的。习近平这条强龙呢，他非要压住这个地头蛇，就是必须要封城，他其实早就引发了上海官场的一种集体的反感，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客观事实。也就是说，在这里面呢，它既有这种高层的派系势力的参与，它其实也有某种地方上集体默契的一种涤除。这种默契它甚至都不需要说谁躲在那个阴暗的角落里来组织一个会议我们来发号一个施令啥的。其实这些官员们他们在自己的群组平台上只需要这么阴阳怪气的发几条信息，可能大家就彼此心中有数了，就知道怎么样去摆烂，怎么样去上眼药了，也就是徐雷所说的那个整幺蛾子了。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看到上海物资供应出现了明显的不正常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呢，无论北京、上海它的防疫有多少的相同或者是不同，其实习近平所定盘的这个清零模式，它最终一定也必须会被宣布为是成功。我们看到上海现在的数据不是已经就每天在进行性的下降了吗？我们说了，一旦攻坚这场戏开始上演，那么上海数据的下降，它可以说就是一个必须的配套设施。这个与疫情的真实情况其实基本上已经没啥关系了，就是基层呢，他们完全可以自己去悄悄的共存，减少核酸检测的次数或者是人数。这个检测少了呢，它自然阳性就少了；你要是不检测了呢，它自然阳性也就没了，对吧？我们看到这个是习近平他必须要达到的第一个目标，也就是清零必须成功。那么第二个目标呢，就是他在政治形象上的塑造和定位，已经在开始按照计划往那个毛泽东的 2.0 版本的方向给推出来了。这个就是广西对习近平个人崇拜再上新台阶的一个吹捧。早在4月17号，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这个代表投票呢，他们就确定了广西出席20大候选人的这个预备人选。在当时的这个大会他们就用上了永远拥戴领袖、捍卫领袖、追随领袖的这样的一个用词，可以说是再次刷新了天津书记李鸿忠那个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低级红的新高度。在4月22号的时候广西的这个党代会呢，他就已经通过所谓的选举产生了广西出席20大的代表。那么习近平在这里是作为中央的提名在广西参选的候选人，他当然是毫不意外的以全票当选了这个党的20大的代表。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广西的官方什么思想上的定盘星行动上的指南针什么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这个戳力笃行等等这些典型的文革修饰语言就全都出来了。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搜罗出来这么一个习近平大概率又要读错发音的成语。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在1周多以前可能都注意到了有一条消息，就是从4月15号起，人民网的那个领导留言板，还有人民日报的客户端等等都有开设了叫做我为党的20大建言献策这么一个专栏。也就是说，就20大的相关工作进行一种网络公开的征求意见。这个动作呢，它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把党代会的相关工作面向全社会来公开的征求意见，而且还是20大这么一个非常关键、非常敏感的党代会。那么要按照官方的说法呢，说这个举动它是为了充分的彰显这个习近平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一个优良作风了。但是呢，这个史无前例的动作刚刚一出来的时候，我当时自己就在这个推特上面也发了一条贴，我就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会看到有组织的劝进，它就会陆续的出现了。习近平他当然是需要民意的，只不过呢，他需要的是某种特定的民意。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广西这种率先示范推出了拥戴、捍卫、追随这么一个造神的套餐，我们就会看到尽管这些语言让很多人都感到很可笑，甚至感到反胃，但是它的政治意义是绝对不可小觑的，因为这个就是有组织劝进的一个标志性的开端。对20大来说习近平他需要的这种特定的民意其实也很简单，我们要是说白了呢，它就是那个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面那句曾经是妇孺皆知的台词一样，叫做什么呢？叫做老九不能走我想可能上点年纪的朋友都很熟悉这出戏。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这个复兴大业的革命是尚未成功，那么习近平同志尚需努力，他当然不能够就这么撂挑子，中途就不干了，对吧？否则这就是复兴大业无可弥补的损失了，对吧？
央级党媒是先呢破例来征求民意，然后呢，我们看到是广西的党代会就紧随其后给出了一个标准答案。这个无疑就是大陆民众熟悉无比的那个带节奏递刀子了，对不对？当然，这个刀子呢，它不是递给境外势力，而是直接的递给了习近平本人。也就是说呢，从现在开始，谁要是阻挡习近平连任，谁要是阻挡习近平升级为必须要永远追随的领袖，那么这个就叫做逆民意而动，也可以叫做违背历史潮流。那么这个刀子呢，它就可以干掉谁了。大家要注意啊，广西这个口号套餐它的关键词呢，其实不在于那个领袖，而是在于那个永远。永远有多远呢？你的心有多远，这个永远可以说它就有多远，对吧？这么清新而诗意的表达，它显然不是陈奕迅的那首广为传唱的《10年》可以涵盖的。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民意呢，我们看到它从官方引导到这个广西来破题，然后再下一步就是这些大 V 可能会跟进，然后无数的粉红啊五毛就开始欢呼了造势了。整个过程它都会有条不紊的一步一步的被演示出来。我丝毫不怀疑当局它其实具备这样的一种制造力，这个是它获取终身执政合法性必不可少的关键的一步。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呢，广西的这个破题，它的确可以说是一个标志。什么标志呢？它就是当局发起对20大开始全力冲刺的一个标志了。这个标志它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大家都在议论说习近平是不是已经在发动一个文革 2.0 了？其实我们更准确的说，他发动的呢是一次大跃进加文革的这么一个混合升级版的政治运动。风尘清零它其实就是那个人定胜天的当代版，而伟大复兴领路人呢，他可以说就是当初那个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当代版。这场发动群众的运动它其实早就开始了，只不过它在形式上呢，从大炼钢铁呢变成了现在的大战病毒，从当初的万民上街游行呢变成了现在的万民网络建言献策。也就是说，这个马甲换了呢，那点实质的东西它一点没变。当然，说到大跃进呢，我们就不得不来说一下超英赶美。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呢，对这个口号已经不太了解了。超英赶美呢，它是毛泽东在1958年前后提出来的一个口号。那个原话呢是说的15年超英，50年赶美。那么这个口号它后来一度在这种浮夸风的推动之下，演变成为说是23年就要超英，然后15年就要赶美等等这些提法了。再后来的这个历史呢，大家都可以说是众所周知了。也就是说，这个大跃进呢，引发了3年大饥荒嘛。当然，这个大饥荒呢，也就是强类现在为了躲避审查而流行的另外一个说法吧，它叫做3年大吃饱，变成了这么一个梗，对吧？当然，正是因为这个惨重的代价呢，迫使毛泽东在后来的7000人大会讲话中，就不得不把这个超英赶美的时间尺度呢，重新放宽到了说是要100多年。我们在这里之所以和大家来提起这个话题，是因为这个与习近平的第3个他要在今年达到的目标是直接相关的。就在今天呢，华尔街日报又刊发了一篇独家新闻，就说尽管受到了病毒爆发以来最严重的一波疫情的冲击，中国的经济增速呢，它已经是放缓了。但是呢，有知情人士透露说这个习近平他已经要求中共的官员要确保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超过美国。这个报道就说呢，在过去几周的会议上，这个习近平呢就向高层的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官员直接就提出了这个要求，说必须要确保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速超过美国，因为这个对显示中共一党制的优于西方自由民主的制度，还有显示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在衰落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这篇报道呢，他还引述了这个一些内幕知情人士的说法，就称说为了响应习近平的号召呢，这个中共的政府部门正在讨论说要加快大型的基建项目建设的计划，特别是涉及到一些制造业科技业，还有像能源和食品行业的项目。这个讨论的内容呢，也包括向个人发放一些优惠券的计划，它目的呢是为了刺激大众的这种消费支出。这个可以说它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新版本的习近平式的超英赶美了，对吧？这个大干快上的最新决策呢，它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在2021年，也就是去年最后的一个季度呢，美国的经济同比增长呢是达到了这个5.5%，也就是说这个增速呢超过了中国经济的当时是4.0%。那么拜登在当时还曾经很高调地表示说，这是20年来美国经济的增速首次超过了中国，所以这个很快就引发了中共高层的一个整体的不安。那么中共它为什么要不安呢？美中身为第一和第二大的经济体，这种经济增速说你追我赶是吧，交替领先，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吗？其实说穿了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数据呢，它被中共高层，其实也包括了美国的政商界，都把它视为这是中共那个东升西降理论破产的一个标志性的证据。习近平他提出来的这种超美的目标，当然对各级官员来说无疑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了。中共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叫做王一鸣的，他呢本周在北京举行的一个经济论坛上，就曾经有公开的表示说，大陆第2季度的这个经济增速，就是今年它需要重返到5%以上，才能够为全年实现5.5%的那个预期目标去奠定基础。所以大家看到了吗？很显然，习近平他的要求就是全年的增速呢，至少要达到这个5.5%。但是中国在今年第1季度的 GDP 的增长究竟是多少呢？只有4.8%，而且这个数字呢，它还是一个普遍的被认为是夸大了的数字。所以大家就可想而知了，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再加上上海这么一个经济第1火车头，是吧？它被急速的刹车了，还有北京这个第2火车头，它也正在刹车。同时呢，全国还有至少有70多个城市都正在刹车，或者是已经干脆就刹停了。我们只需要用脚后跟想一想，都知道中共今年第2季度它的经济数据会是怎样的一种惨状。其实差不多就在1周以前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 IMF 这个组织，他们就已经把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从之前的4.8%已经下调到了4.4%。这个指标可以说它已经是非常客气的一个指标了。我们为什么说它是很客气啊？一个很简单的客观现实就是，就在上个月，尽管中共政府放松了这种贷款的限制，但是房地产的销售呢，并没有出现大家期望中的那个小阳春，而是再次出现了倒春寒，同比大跌了接近18%。而中共现在这种严厉的封城清零的政策呢，它有大幅度的限制了消费者的开支，使得在经济活跃地区至少有超过1亿人都是无法在旅游餐饮还有其他的服务上去花钱消费的。像上海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港口它的物流现在几乎是全面中断的，进出口的货物呢，在港内和港外都可以说是积压如山了。除此之外自今年年初以来，全球的投资者从中国的股债这两市都已经撤出去了至少是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比如就在上个月，仅仅全球基金通过这个陆股通这么一个机制，就抛售了价值超过70亿美元的中国境内的上市股票。也就是说呢，中国经济的不是3驾马车吗？也就是投资、出口还有消费，我们看到它全都在刹车、减速，甚至是在开倒车。这个经济龙头房地产呢，也是继续的待在冰山上面，是雷打不动的在歇凉的。所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才讽刺说，
对于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始终都搞不清楚中国经济的增长它究竟会是来自于哪里的。现在呢，就说无数的中外专家呢都想解开这个谜题，都在好奇中国经济的春天它究竟在哪里。其实我倒觉得这个答案很简单，是吧？它就有点像那首著名的儿歌所唱的，说这个春天在哪里呀？它当然不会在小朋友的眼睛里，而只可能在统计局的那个键盘里。也就是说呢，对习近平而言，他现在的局面就是清零我所欲也，这个 GDP 呢亦我所欲也。这二者呢看似不可得兼，但是实际上必须得兼。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一个数字问题。对中共的各级官员来说，如何去实现这个高难度的对立统一的规律呢？那个就是党考验你们的时候来到了。因为这两个问题呢，它都是当局要证明这种东升西降绝对正确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证据，对吧？而东升西降呢，它又是习近平实现自己终身执政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前提。因为只有东升西降实现了，他才谈得上所谓的那个复兴嘛。而他这个伟大复兴的领路人的这么一个定位，他才能够顺理成章，是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前天很热的习近平去视察中国人民大学的那条新闻，也许呢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理解了。在4月25号，习近平呢他在5·4即将来临之前，他自己呢就没戴口罩去视察了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而同时呢，在现场呢有数百名被严格审查过的大学生呢也都没有戴口罩了，就冲着习近平整齐的高喊说青春向党不负人民这样的口号。在5·4之前去视察一所大学，这个可以说是中共高层的例行的动作。但是习近平这条新闻呢，他在当天半小时的新闻联播里面占据了足足14分钟的长度。而在第二天，也就是26号对台湾播出的30分钟的新闻节目里面，它甚至超过了20分钟。这个可以说就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了。而这种罕见呢，它往往也就意味着习近平他其实拥有一些更强烈的动机。首先，第一个，官媒的重点报道呢，它本身就已经显示出这个与清零全国一盘棋，还有党媒全民去征求20大的意见，以及广西端出来这种个人崇拜的套餐，习近平要求这个 GDP 1年之内必须要超美等等这些动作是一样的。它是一系列造势安排的一环。如果说要拿这个大跃进和文革来进行对照，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次习近平对人民大学高调而隆重的视察呢，它其实可以说就是一次弱化版的小规模的接见红卫兵的仪式。大家都知道啊，当年毛泽东呢，他就是靠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100万红卫兵，才掀起了文革夺权的一个高峰，对吧？党媒高调播报习近平视察人大，他不过也只是换了一件马甲的手法而已。也就是说，借助网络力量的传播，虽然他在现场接见的大学生只有这么几百人，但是他的规模化的信号在全国去放大的这种效应，它并不比毛泽东当年的实际效果会差了多少。那么这个习近平他为什么不去北大清华视察，而是选择去了人大呢？用党媒自己的话说呢，是因为中国人民大学呢是中共自己创办的第一所正规的大学。这个北大清华它固然是大学的领头羊，这个牌子很硬了，但是呢他们都是晚清政府创办的，它远远不如人大来的根红苗正。所以呢，习近平视察人大呢，你看他一张口他就是这么说的，说同学们一定要把这一光荣传统和红色基因要传承好，要守好党的这块重要阵地。然后呢，他就称赞人大说这是党办的大学，让党放心。所以大家也看到了吧，这才是他的弦外之音和言外之意。毛泽东当年接见红卫兵呢，他的目的是发动群众加速文革，他的核心强调的其实就是
根红苗正这么4个字。正是因为有了这4个字，所以才有了后面的横扫一切根不红也苗不正的所谓那些牛鬼蛇神的一个大爆发，对吧？我们看到习近平他挑选人大来进行视察，他同样强调的是根红苗正这4个字。当然他倒不一定说真的想要现在就来这么一把全国大乱的这种横扫一切或者是武斗之类的，但是呢他要借此来强调自己的根红苗正，强调自己永续执政的具有无可置疑合法性的这个意图，他却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呢，发动青年学生从来这都是中共的拿手好戏，而且以此来带动所谓的民意拥戴，这个也是毛泽东早就演示过的剧本了。所以呢，视察人大和那个广西的全票当选，它其实可以说都是习近平进入20大冲刺阶段的起手式，以党外学生来倒逼党内的高层，以地方劝进来倒逼中央跟进。左呢有这种全民拥戴、万众欢呼的局面，右呢有这个病毒清零、经济超美的政绩。这个他应当才是习近平在20大之前，就是分阶段他会一步一步的向外展示的人算这么一个剧本的大纲了。至于说这样的剧本最终符不符合天算呢，我们就不妨拭目以待了。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